在上海工作也好几年了哈，来跟大家讲一下啊，在上海工作啦、生活啦，这样两地的奔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心里的感触啦，或是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因为我去年一整年就是几乎1、2礼拜就上海、台北飞一趟，然后1、2个礼拜。对，就是说工作的关系啊，就是去年这年比较特别，那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两边那个人民的嚣张啊，就是说上海这里就是应该是大陆，就是国内中国大陆这边他的那个对那个心灵的追求是一夕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这是一个蛮明显的感觉，不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说看整个社会啊。讲一下，因为这部分我们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在大陆或北京那块怎么样，他们对心灵的追求已经开始爆发上来了。就是或许是因为那个经济成长哦，就是也是到达了一个程度，那大家会觉得说，如果用赛斯的观点讲，似乎就是说好像过分依赖物质的这个实相好像不太可靠，发现还是过不去嘛，还是没有办法快乐。就是说你越有钱，那整个社会道德的那个，反正就是越糟。好像前2天还看到电视新闻，是台湾电视新闻在报道大陆，就是一个小女孩被撞倒，还被拧过去，但是路过了18个人都没有人去管那个小女孩。就是说这个就是整个社会正在剧烈的可能要发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情，那大家才会突然间觉得要去走另外一条路吧，我觉得。所以许律师应该常去大陆这样。好，那你自己在生意跟工作上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就是说，因为我是7、8年前就去大陆啊，那一开始就是说比较年轻，就是说会觉得，大家就是要这个衣锦还乡嘛，就是说要赚很多钱啊，一定要成功。但去年一整年就是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会突然间有一种觉醒啊。这个觉醒就是说，接下来设定的目标，如果还有未来7、8年哦，就是看能不能逐渐的修到就是就剩下0。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那种心灵的喜悦，其实可能是100啦。可是你可能对于物质的追求，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会，我记得徐医师有讲，这可能会一夕之间会崩塌掉的，所以可能要转向心灵这样。对，就如果说你刚才讲那个生意或者是生活上，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转向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同学是在上海开这个游戏软体公司嘛。那既然是开这个公司，应该主要就是追求企业的成长嘛。那为什么在你的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出来？是最近受到什么打击吗？还是？其实企业还是要追求利润嘛，你要服务很多人嘛。那只是说你不能为了追求利润不择手段啦。可能就是说我们学赛事可能讲说信念创造实相，我要赚钱，所以创造实相，我要赚钱创造实相，好像这样，但是其实我的理解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你最核心的信念，如果是带着那个恐惧，因为你害怕没有钱，所以我要创造一个信念，我要赚钱，那个信念最后你还是恐惧，最后你还是没有钱。那如果你的那个原始的信念是一个那种爱啊，或者是那种慈悲，或者是那种喜悦，那你所做出来的行为看起来好像短时间内没有办法为你企业带来利润，但是你的企业会有很大的前进。那因为我去年一整年那个整个公司就是说经历很大的起伏，那这很大的起伏可能就是说。应该经历过2次啊，就是说你几乎是站在那个悬崖边，这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你会不会担心一个选择如果失误的话，可能也许就对，那就是说可能
你那个选择，如果比如说往东边走，任何人都会觉得你往东边走，你的企业应该才能拉得上来，才有机会活。可是那个会违反一点良心，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会造业，会一个循环。但是你往西边走，很明显就有很大的风险，你就是要掉下去。对，但是就是在那一刻，我选择还是往西边走，但没有掉下去。经营企业其实是每天都在做一些抉择啊，你到底是要昧着良心做事，还是感受是蛮深的啊？所以就觉得说，那就是可能慢慢的2010的期许哦，就是会尽量的往内求啦，然后当然还是会很努力，就是说那种商业的规则还是会去遵循。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运用这种心灵上的这种心法带来的力量是很超越时空的。它甚至会去修正你过去几年曾经犯的错，你觉得再也没有办法修正，可它却能够回去那边去修正啊。我觉得这个是蛮奇妙。我记得以前听徐医师 CTC 有讲嘛，你现在去做一个就是祈祷嘛，或者是现在有一个正向的信念，虽然你以前曾经做过一些事情已经难以恢复，但是你这个当下这个威力之点，你或许真的是可以修正过去跟未来的。反正是有体会到这一点，这很难用文字语言去。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